以太坊还会继续弱势吗？比特币是否很快会新高？等一下川普发言之后，比特币会不会暴涨？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量呢，其实是并不大的。你可以看到，我们从7月23号流出，并且我们24号到26号呢，其实流入的量都非常非常小，都只有几千万美金而已。那我们可以根据过往的历史啊，其实可以了解到，几千万美金的流入量呢，对于比特币的整个市值来说呢，其实是几乎不会造成影响的。对于盘面的变化呢，也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当前价格往上的这种波动呢，其实并不来源于比特币现货 ETF， 而是来源于其他力量。不过，如果谈到以太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啊，其实最近呢，就如我们所预期的，灰度在以太坊的流出呢，最近啊，它是持续不断的流出啊，第一天就流出了5亿。只不过呢，贝莱德 Bitwise 他们有接盘入场，那么最近呢，其他家的 ETF 其实流入量都减少了很多。那灰度呢，还是持续的在抛货。你可以看到，每天大概是以3.5亿美金的价值呢，在流出以太坊的。那其实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流出量呢，这个总流出量啊，大概1亿多美金，它对于以太坊能造成多少的回调啊，能造成多少的下跌，可能是不太清楚的。因为我们过往的历史呢，其实是并不够的，我们就只有这4天的数据可以观察而已。不过我们可以拿比特币来做对比，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太坊呢，它的市值大约是比特币的1/4啊，当然有些误差哦。那我们可以来对比当时比特币的流入量对于当时比特币盘面的影响。那其实我们可以总结我们过往呢，在比特币这半年以来所观察到的现象啊。如果说比特币它要有明显的涨跌的话，明显的影响到市场，那么现货 ETF 的流入量呢，大约要在3亿美金左右才会有显著的影响。那么你要出现那种暴涨或暴跌的话，通常你的流入量大约要在6-7亿左右才会有很明显的这种暴涨暴跌。那我们都知道以太坊的市值大约是比特币的1/4，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流出量呢去乘上4倍，也就是在以太坊流出1.5亿美金，对于盘面的影响，相当于是比特币流出6亿美金这个1.5去乘以4倍嘛，相当于是比特币流出6亿美金的时候，盘面所造成的影响。所以你可以看看我们这几天就会对盘面造成影响，相当于比特币每天都流出6亿美金。那你可以想想看，这是有多么可怕。好，那我们再回到以太坊的盘面上，我们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在上市2天之后呢，其实都是下跌的。各位朋友们，这个跟我们之前在比特币所看到的情形呢，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我们从日线的我们来看呢，我们当时比特币在 ETF 上线过后呢，它也是先跌2天，没错，这2天就是我们上市的这2天，先跌了2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以太坊它也是一模一样的，这2天跌得最凶。然后当然了，随后它出现了一些反弹调整不过我们整体的调整呢下跌它要持续了大约是12天左右才结束。那当然了，我们是可以稍微保守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4天嘛，我认为其实差不多可以接下来如果说找到有不错的点位的话，其实就可以开始考虑了。我们很有可能在这里出现低点，并且接下来呢，等灰度的卖压枯竭之后，然后我们开始流入，那以太坊就会开始暴涨了。而且其实我们这个点位呢，它真的非常的巧妙我们目前所达到的最低点呢，刚好就是我们整段的618位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巧妙的。那我们可以再稍微等待一下。不过我相信，我们的最底部并不会离3000太远那当然worst case 最惨就是回到2800这个地方。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500美金的仓位，500美金你交涨10%就赚50美金，你可以直接提走。那如果输了也没关系，这个活动真的非常非常优惠。那 OKX 现在有赠送268美金的体验金的活动，这也很优惠。我们来回到比特币吧。比特币的话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在刚刚的周线上呢，其实我们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信号。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自从3月初以来没错，这个时间点是对的。3月初以来呢，我们到现在的回调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中继这种中继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通常呢，
它就是中继形态嘛，我们怎么来的我们就怎么出去。那当然我们现在其实情况也一模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由下面往上来嘛，对不对？那其实最终这个中继它的出口其实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其实正准备突破了，它正要突破了。我们突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宣告，我们下一波多头是已经开始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甚至我们离前高呢的距离都不会到太远。那我们再缩小一点级别从日线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我们现在有产生缺口等等的，确实没错我们其实在下方的这个缺口是很大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开启一个新的多头呢，我们既然已经走出了距离，这个缺口就是不能补的它要补最快都要等我们这波五浪走完之后的回调，它才可以回到这个位置这个五浪我们可以很快速的画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有谈到的这样子在走的五浪，对不对 ？OK， 这个五浪走完之后的回调呢，我们才有可能去回到我们这个缺口。那当我们在这个第五浪的时候呢，当我们在这个第五浪的过程呢，就是这个第五浪，我们都不应该来回补这个缺口。如果补了的话，那我们这个趋势基本上它就不怎么值得我们去介入了那当然你可能会说，我们现在从63000上涨到现在这一段，其实上涨非常快速，它也留下了缺口。对，没错，它也留下了缺口。但是这个缺口呢，这个是算是比较小的缺口而且现在的期货它是有一定的溢价的它是有一定溢价的。它在周五的收盘的时候就涨到了69000，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在69000，所以其实并没有产生缺口并没有产生缺口，因为有溢价所以这点大家要小心一点那我们从再更小一点级别的话，4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认为我们在这里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五浪，非常明确的五浪。我们在这里呢走的其实非常的明确你可以看到五浪走完。那当然了，五浪走完就是调整。其实我们现在的调整呢，调整结束了没这个是关键的。那当然了，调整，我认为这个是最可能的一种走法，也就是我们走平台型调整。那当然了，你说现在调整结束了没？以我认为，我当然是认为还没有走完因为我们中间的这段反弹呢，它的级别这个 B 浪的级别呢，它要跟我们这个4浪跟2浪的回调的级别是一样的。那如果这样画的话，其实就太短了，这个级别是不对的所以我认为很有可能是这样子而且也就正因为我们 A 浪它走的是3浪的结构，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走的呢，其实是335的平台型调整结构。那大家比较熟悉的一定是锯齿形锯齿形的话就是535的结构嘛，对不对？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ABC 就是535的结构。当然了，我们借用一下它的这个图因为我们要画图的话其实蛮麻烦的。这种是锯齿形的535的结构，那这个它就是一定是我们在这种空头也就是多头走完是用空头的方式去回调的。那如果是平台型的话，它就是多头走完用震荡的方式去回调，那我们才会走这种平台型的调整。那平台型调整它的浪形是335。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认为我们现在很有可能在走就是335的结构。那其实对于平台型调整浪，你可能会说，我们现在都突破前高了突破这个前面5浪的这个终点对，没错，因为平台型的调整浪呢，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它有可能穿头不穿头，这个其实是并没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它的 C 浪呢的终点呢，也有可能穿脚或不穿脚。那当然了，其实以这种B 浪这么强劲的走法来说呢，我认为它的回调，它就表示非常强势，那它的回调就不会很深即使你的 C 浪我们真的看到回调了，那它的回调也不会到很深我认为这条均线不会被跌破，也就是我相信我们没办法再回到前低接近53000的位置这点是大家要小心当然了，因为波浪理论其实它还是有些缺陷嘛它当然它有可能就直接往上这也是绝对有可能的。不过我自己会比较倾向于这样子。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川普即将要发言了，没错，就在等一下，就在大约2个小时过后。这个是2024年的比特币会议，那是在美国的田纳西州的 Nashville 举办的。那刚刚呢，小罗伯特甘乃迪他刚做出了一个震撼市场的发言他是一个
独立参选人，当然他也是共和党，那后来就没有推举他，他就独立参选了。那当然他是不可能当选的这次基本上就是川普或贺锦丽川普当选的几率是很大很大。那没错大家所熟知那个被暗杀的甘乃迪，就是他是被暗杀甘乃迪的侄子对，他们是同一个家族的。美国其实政治很多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刚刚在会议上面说，这个是绝对是毁灭性的。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当然他不可能他会每天购买550颗比特币直到美国呢拥有至少400万颗比特币之后，也就是让全球的其他国家呢绝对不可能超过美国那其实美国对于比特币有这种想法呢，或者说美国接下来有可能把比特币当成是一个战略储备的物资。其实上一个美国这么对待的战略储备物资呢，就是黄金，而且只有黄金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美国现在持有大概8100多公吨的黄金。那你可以相比较一下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大概持有了2000公吨的黄金所以其实你看从黄金呢，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美国的做法很美国那接下来会不会美国它也把比特币用类似的做法去面对呢？我就是把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物资。只要美国这么做了之后，相信其他国家呢，其实也都会跟上。那接下来川普呢，他即将在我们等一下我帮大家算过了，因为我们可以看这个 agenda 议程嘛，对不对？我帮大家算过了，我们今天27号的时候，以美国换算来的时间呢，大约就是我们今天的凌晨的3点半左右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相信到时候呢，价格肯定会有一些变化的。当然了，短期的波动它是影响不了我们整体的趋势跟结构，它影响不了。但是对于很短期的这种价格，它是会产生影响的。好，那川普其实很明确的嘛，他就是共和党，而且他当选的几率非常非常大。那贺锦丽就是民主党这一方的呢，他们其实也有邀请他来演讲，不过他是拒绝出席。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政党的倾向上呢，在比特币上面其实是有很明显的分化的分化的其实很明确那这次其实共和党川普非常非常有机会当选。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